她每天都会戴上特制的蕾丝眼罩，再用一块黑纱遮面才能走出家门。尽管包裹得严严实实，可妙曼的身姿和从容的气质却更显神秘，引来无数名流贵族拜倒在她石榴裙下。对于男人惊艳的目光和赞美的话，她早就波澜不惊。然而当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却让露西亚差点失去理智。这个人正是她埋在内心深处最难以释怀的初恋贾科莫。16年前，露西亚一家全都在贵族庄园当仆人，虽然她的地位卑微，却热爱阅读，喜欢在书本里找寻自由。某个寻常的午后，她正躺在树下小憩，忽然一个声音打断了这种宁静。 Hello? What? Is this the quickest way to Passiano? Yes. Are you going to the wedding? On your approval, my lady. 这是露西亚第一次和贾科莫相遇的场景。多年后，她依然忘不掉那个如沐春风的声音和温润如玉的身影。几天后就是伯爵女儿的大婚之日，贾科莫和哥哥受邀从威尼斯赶来参加婚礼，却不想遇到一个改变他命运的女人。很快，两人在庄园里又再次相遇，缘分的序曲也由此拉开。 I didn't know the Countess had another daughter. The daughter of the housekeeper. Who happens to read Voltaire? No law against reading books, is there? 贾科莫很惊讶，一个女仆竟会喜欢看书，更没料到她和自己一样喜欢伏尔泰的书籍，向往自由不受约束的生活。在庄园的每一天里，他的眼睛都在追随露西亚的身影，而露西亚也能精准捕捉到隔空投过来的深情。他会在贾科莫被贵族小姐缠住时帮他解围，带他到自己常去的湖边。在别人眼中寻常普通的湖水，可对于露西亚来说却很神奇，因为它可以随着盛装的容器而变化。当他说出自己想法后，贾科莫心头一颤。这个女孩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简直就是一块未经雕琢的宝玉。他看着露西亚缓缓走进水里，整个人像轻盈的羽毛一样飘在水面上。这时的她就像坠入凡间的仙子一样。两人直到深夜才从湖边回来，担心她着凉，贾科莫贴心将外套给她披上。犹豫很久后，他还是开口邀请露西亚进来坐坐。尽管清楚婚礼结束后他就要回到威尼斯，而自己依然是守着湖泊和泥土的乡下姑娘，但露西亚还是决定留下。然而贾科莫哥哥却不合时宜走进来，打破了两人之间的暧昧气氛，可藏在心里的火苗却逐渐被点燃。从那晚之后，贾科莫找准时机就会黏在露西亚身边，而露西亚也得知了他的伟大理想。贾科莫一直憧憬某天可以达到向往的社会层次，能在威尼斯上流社会占有一席之地。 Well, it might take many months making our lives, but I do hope one day it will pay dividends. You'll succeed. You think so? I'm sure. 尽管露西亚只是一个卑微的女仆，不被允许走进舞池跳舞，但贾科莫却在她身上看到贵族小姐所不具备的闪光点。两人偷偷溜到外面一吻定情，然而在回到房间后，贾科莫却忍下所有冲动。他知道露西亚不是一个随便的女孩，更知道名誉就是女孩的一切。 This might be our only chance. So marry me. 他认真跪下来跟露西亚求婚，承诺在威尼斯地位稳定后一定回来娶她。为了表示诚心，甚至去跟露西亚父亲提亲，在征得他的同意后才踏上归途。临别前，他将一枚项链塞到露西亚手中，承诺用不了多久就会回来。露西亚忍住悲痛，从那天开始算日子，期盼幸福生活能早点到来，却不想这一别，所有事情全都变了。伯爵夫人得知他被求婚后，也替他感到高兴，每天都拉着露西亚学习上流社会的礼仪。虽然露西亚依然在做女仆的工作，但内心无时无刻不在期盼爱人的到来。某天，伯爵夫人从威尼斯回来，带回数件精美礼服给露西亚，让她能在婚礼上惊艳四座。然而当天晚上，露西亚正在试礼服时，母亲却突然闯进来。 Take off the dress! Take it off! No! Take off the dress! It has to be burnt! Stop! You can't! No! Stop! Take it off! No! Stop! 直到走出去，他才知道，原来伯爵夫人竟然在威尼斯感染了天花暴毙，所有他碰过的东西也都必须烧掉。葬礼还未结束，所有人全都吓得落荒而逃，因为露西亚的脸上也长出了红疹。为避免她传染其他人，露西亚被关在一个废弃的仓库，整个人也被牢牢绑在床上。幸运的是，经过治疗，她活了下来，但不幸的是，脸上身上却留下大量丑陋的疤痕。不久后，贾科莫从威尼斯捎来消息，他很快就要回来迎娶露西亚过门。然而听到这个喜讯，露西亚却心如刀割，她自己的大好人生已经彻底毁了，不能再毁掉贾科莫好不容易得到的生活。I push you high, cherry blossom on your sycamore tree. What you don't tell no one, you can tell me. 她本是一个地位卑微的女仆，却因美貌和智慧得到名流贵公子的垂青，眼看就要和心爱之人喜结连理步入上流社会，可这时一场天花却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My life is ruined. I will not do the same to his. Tell him that I couldn't wait for him.
露西亚知道贾科莫爬到现在的位置并不容易，不想他娶一个丑八怪成为别人的笑柄。他让好友帮忙转达，说自己已经爱上了别人，可看着院子里焦急万分的爱人，露西亚的泪水却再也抑制不住。他强忍着没有推开窗子呼唤，直到贾科莫慢慢走远，才任由遗憾的风吹进来。他简单收拾一个包袱，离开从小长大的庄园，只身一人去了城镇打拼。然而由于脸上丑陋的疤痕，让他找工作屡屡碰壁，连个落脚点都没有。幸运的是，他遇到了一个好心人，而对方还是备受争议的才女沙龙一员。所谓的才女沙龙是由一帮贵族夫人和小姐组成，这个组织只允许女性加入，而男性则一概拒之门外。他们聚在一起谈论哲学和信仰，不受男性约束，活得自我又充实。才女沙龙的组织者玛丽是露西亚到这里的第一个贵人，她不忍心看露西亚沦落街头，于是好心让她在这里做帮佣的工作。看出他是一个十分好学又向往自由的人，于是玛丽让他给自己当秘书，一同前往威尼斯旅行。Venice. Why? What's wrong with Venice? Have you ever been? 露西亚当然没去过威尼斯，只是她深爱的贾科莫却在这里。玛丽给她重新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加拉蒂，意为美丽的女人。一个人的美不该局限于外表，而是她的内在。尽管露西亚明白这个道理，可在威尼斯这样注重外貌的地方，她还是不敢走出去。不过好在他们要去参加假面舞会，所有人都会戴着面具，也不会显得格格不入。在舞会上，露西亚意外和伯爵夫人的女儿重逢，不过却并未脱下面具相认。她旁敲侧击打听贾科莫的近况，得知他最近去了法国，但他哥哥还在他们居住的老宅。露西亚戴着面具找上门，但对方显然把他当成贾科莫的追求者。从他哥哥口中，露西亚了解到，贾科莫虽然成功跻身到上流社会，却并未站稳脚跟。他不断游走于不同女人之间，粗略判断已有100多个女人和他牵扯不清。他变成如今的模样，皆因被深爱的女人背叛过。露西亚没想到自己不得已提出分手，会给贾科莫造成如此大的伤害。他懊恼自己亲手毁了自己的幸福，更遗憾贾科莫整日混进女人堆里，没有继续追求曾经的梦想。 What of your dreams? Your hopes for your own life. What of them? What can I hope for? No man would want me like this. Why do men always have to be the ones allowed to do the wanting? 玛丽拿给露西亚一面镜子，让她认清自己，真正的美好是隐藏在这张脸的后面。想要过怎样的生活，不该由他人决定。她把露西亚带到自己好友开的风月场所，告诉她没有任何家世背景的女人也可以过得自由。在这里的女人不受任何约束，如果不喜欢这份职业，可以随时离开。露西亚本以为不会再踏足这种地方，可没想到世事无常，瞬息万变。原来玛丽这样做是在帮露西亚找退路。她已经身患绝症，命不久矣，担心自己离世露西亚无依无靠，这才给她找了一个可以栖身之所。果然玛丽尸骨未寒，露西亚就被她家人赶了出来。身无分文的她把珍藏的书籍拿到当铺，然而得来的钱却也只够1天的饭钱。为了活下去，她不得不把自己当成一件货物。可男人在看到她脸上的伤疤时，却愤怒地把她推开，大骂她是一个丑八怪。为了发泄愤怒，甚至谎称露西亚是个小偷，也因此将露西亚送到了炼狱一样的地方。这里关押的都是年老色衰的风尘女子，她们最后的价值就是像机器一样不停地纺织。露西亚被关进来的第1天，食物就被抢走，干活时还要忍受男人的唾弃谩骂。重获自由后，为了生存，她不得已当起了人体模特，供人研究天花治愈后的伤疤，靠这笔钱赎回了此前当掉的书籍，只因这是她和贾科莫的共同爱好。然而为了能有一个栖身之所，露西亚不得不去找玛丽的好友，最终成了风月场所里一个独特的存在。她明明丑陋无比，却引来无数男人为之倾倒，皆因她整日戴着眼罩，从不摘下。外人都以为眼罩下的容颜倾城，却不知她半边脸都是凸起的伤疤。为了生存，露西亚不得不堕入风尘，而她也因美人半遮面赢得足够的神秘感。某天，她在剧院欣赏歌剧时，意外碰到自己的熟客，没想到对方竟然还带来一个朋友，正是露西亚刻在血液里的初恋贾科莫。 Is it not a deadly sin? Hiding something so beautiful. Sir, I'm happy to leave judgment over our sins to he who invented them. 所幸黑纱遮住露西亚泛着泪花的双眼，否则贾科莫一定会看出破绽。他热情邀请露西亚散场后去参加派对，而露西亚也强装镇定，欣然同意。待人走后，他才深深吸了一口气，只有勉强牵动的嘴角才暴露内心的苦涩。16年时间足以让很多事情改变，但他对贾科莫的感情却从来没有变过。尽管已经知道他变成一个情场浪子，然而听说他为了积累财富游走于豪门富太之间，露西亚心里还是会感到酸涩。
不仅是因为两人之间的遗憾，更因他放弃打拼的梦想而难过。派对上，露西亚像对待其他男人一样，淡定地和贾科莫问好，只是一个简单的吻手礼就差点让他泪奔。好在另一个熟客吉姆森先生过来打招呼，才让他找了借口离开。吉姆森是一个腰缠万贯的美国商人，从母亲那里继承了他创办的纺织生意。他和露西亚的观点一致，都认为女性的人生该由自己掌控，而不是一味地任由男人主宰。贾科莫看着两人一唱一和，颇有默契，内心不知为何涌现出一抹酸味。透过眼罩，仿佛看到一个似曾相识，让他又爱又恨的身影。趁露西亚补妆时，他竟然鬼使神差地跟了过来。The rumors do not do your vivacity justice. There is a question running around my mind. Which is, What made you decide to hide yourself from the world? there's no harm in a little mystery. 16年前，两人出狱时谈的是伏尔泰的书籍，谈论对未来的憧憬，可现在却在讨论贾科莫的风流韵事以及露西亚的风尘之路。一向被女人追着跑的贾科莫第一次碰了壁，因为露西亚完全没表现出对他有任何好感，这无疑激起了他的征服欲。And I wager I could make you desire me in that way. Beg me. Possible. A provocation? A nightmare. Tempting. Enough. 派对过后，他开始频繁来找露西亚，胸有成竹地表示会在2周内打动她芳心。露西亚本不想成为被征服的对象，可对方是她深爱的人，到底还是不想放弃任何相处的机会。这晚，他和贾科莫跳了属于他们的第一支舞，可他却用仅剩的理智克制住炙热的情感。尽管拒绝了贾科莫的索吻，但和心爱之人的暧昧还是让露西亚忍不住窃喜。第二天，两人一起骑马去了海边，在这里，露西亚终于问出一直想问的问题：他曾说过的伤害他的姑娘，对方究竟是个怎样的人？ Please, don't ask me about Lucia. Will you tell me why you loved her then? Was it for her mind or for her beauty? Of the way she saw the world, it changed the way I saw it. 露西亚没想到他爱的并非自己的容貌，而是内在，这也终于让他卸下防备，主动送上深情一吻，也将自己彻底交给了贾科莫。然而他却表示第二天就要去法国。露西亚依旧没勇气摘下眼罩相认，只能眼睁睁看着他再次离开。他每天都会给贾科莫写信缓解相思，但整整3个月过去，却连一封回信也没收到。也是在这段时间，露西亚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某天，吉姆森先生回国前来跟露西亚告别，说贾科莫正在疯狂追求一个富豪的女儿。他残忍说出真相，只是不希望露西亚被蒙在鼓里，苦苦等一个不爱她的男人。露西亚震惊的久久说不出话来，恍惚间竟然走到曾经被关的纺织间，其中一个疯女人一把将她的眼罩扯下来，让露西亚满是伤疤的脸暴露无遗。但让她没想到的是，吉姆森非但没有被吓跑，还心疼的抚摸那些痕迹，将她整个人紧紧抱在怀中。他像对待珍宝一样告诉露西亚，在他面前完全不需要面具，更不用刻意伪装。他下周就要启程回美国，如果露西亚愿意，自己会照顾她和肚子里的孩子。当然，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可怜，而是对他本人的欣赏和爱慕。当晚，露西亚给避而不见的贾科莫写了一封信，告诉他自己知道露西亚的消息。果然，在收到信第二天，他就风尘仆仆赶回来。可在得知所有真相后，他还是不愿相信，这个满脸丑陋伤疤的人竟会是曾经深爱的露西亚。I cannot. Don't know how to. Go. I apologize. 就在贾科莫毫不犹豫转身那一刻，露西亚觉得压在心里的东西突然消失不见了。她释怀地走进熟悉的当铺，将贾科莫送的项链和书籍一并当掉，不过却并未拿回应得的报酬。她大大方方露出伤疤，带上不多的行李去找即将回国的吉姆森，因为这才是她值得托付终身的男人。The likes of me abide, spectators of the show, always staying low. The game is on again, a lover or a friend.